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叫《精益创业》。说这本书之前，我先考你一个问题：假设你们公司要给100个客户寄100封格式统一的邀请信，由你来干这事儿。面对100个信封、100张信纸，还有这100个邮票，你怎么做才能最快的寄出去？你是把每封信做3个动作，塞信纸、封口、贴邮票，这么做更快呢？还是先集中的把100张信纸塞进信封里，完事了再统一封口、统一贴邮票，这么做更快呢？不少的朋友反应很快那当然是集中塞信纸、集中封口、再集中贴票，这么更快集中精力只做一件事，熟练了会越来越快。你如果一封一封的弄，折纸、封口、贴票这几个动作来回切换，反应速度就慢多了。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实际情况是相反的。实际上一封信一封信的弄更快。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例子呢？这个和我们今天要讲的书《精益创业》有什么关系呢？《精益创业》这本书在创业的圈子里，这本书基本上是教科书一样的存在，尤其是很多创业公司的互联网产品经理更把这本书称作是红宝书。它讲的是什么呢？通俗点说，《精益创业》这本书的核心道理就是告诉我们，在创业领域，一封信一封信的操作比大批量的重复做效率更高。听完今天的书，你就知道为什么答案和你想的不一样了。具体来说，这本书讲了这么几个观点。第一个，精益创业就是要用最小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去试错。第二个，要做到精益创业的核心是验证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第三，精益创业并不只是一种创业理论，它也适用于创业之外的其他领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观点，精益创业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去试错，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精益创业的概念。我们接下来会仔细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不过呢，在讲精益创业的概念之前，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传统的创业思路。以前的创业企业，尤其是70、80年代崛起的那些科技企业，比如说微软，他们是什么路子呢？很简单，几个技术大牛凑在一块儿，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发现他们的弱点之后，大家就做一个更好的产品，封闭起来，悄无声息的写代码，1年之后搞出一个软件来，往市场上一投放，咣，一下子轰动了。就算到了现在，微软的 Windows 系统每次更新版本基本上还是这个路子，几千个工程师关起门来搞研发，搞2年扔一个 Win8 系统出来，再搞2年又扔一个 Win10 系统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大家发现没有，这种创业方式是不是有点像发射火箭？因为发射火箭也是这么一个路子，一堆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家躲在研究基地不停的试验，老百姓也不知道这帮人到底在干什么，直到突然有一天他们宣布研制成了一枚火箭要拿出来发射了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搞了这么大动静，还真厉害。这种火箭发射式的创业在现代互联网企业出现之前是商业创业的一种常态。那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你也看出来了，没错，就是脱离市场，闭门造车，离顾客离用户太远了。精益创业的理念就是和这个思路反着来的，先别急着让一帮精英闷在家里研究火箭，你先确定市场真的需要火箭。如果说大家不需要，你花这么大力气研究，最后不全是浪费吗？真正科学的做法是精益创业思维，就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所谓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就是先用最低的成本上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产品，这个产品就只有一个最核心的功能，然后看一看大家对这个产品的反应。如果反应好 OK， 那就接着投入精力把产品改善一点，然后再看大家的反应，然后再改善，再看反馈，一直到这个产品成为一个伟大的产品。如果最初那个简陋版的产品大家根本不买单 OK， 那就果断放弃。很显然精益创业的办法更科学，对吧？创业公司最爱搞精益创业，因为创业公司比不了成熟的大公司。大公司有钱有人有资源，犯点错浪费点资源还能扛得住，初创企业可什么都没有，犯不起致命的错误，那就只能小心的试错，然后通过快速的迭代产品的版本，慢慢的完善产品，赢得用户。这就是精益创业的概念。讲到这儿，你可能会对精益创业这个词有了一些印象，可能你会觉得这只是一套适合新时代创业者的方法论，这套理论一定是一些小企业不断的掉坑里，不断的踩雷，次数多了就学乖了，长记性了，总结出了这套方法论。其实还真不是。
精益创业这个概念可不是什么小快灵的互联网公司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传统企业，而且是一家巨无霸的传统企业提出来的。谁呀？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丰田最早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精益生产，精益创业的灵感就来源于精益生产。精益生产是什么呢？就是保持一个小批量的生产规模，有了错误立马改正。大家知道，在汽车领域，丰田算是后起之秀了。它起步的时候呢，很多巨无霸的汽车巨头，像福特啊、通用啊，早就很牛了。当时这些大公司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到了很发达的地步，人家使用很专业的大机器，一次就能批量造出几千个零件。但是丰田使用的是小机器，一次造很少的零件出来也不够专业，很多不同的零件都得用一个机器造，所以机器得来回切换任务。虽然说丰田只能小批量生产，和大企业正面交锋肯定干不过人家，但是他们却能抢到一些比较小、比较零散的本土市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容易生产出不一样的汽车。你想啊，大汽车厂一造就是一大批汽车，而且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有的地方的市场不喜欢这款车，他们想调整也很慢。但是丰田就不一样了，他就可以用他们的小机器把每个产品做得不一样，这样呢也能拿一部分市场，也能和大厂商较量，而且调整得更快，成本更低。很简单啊，我发现这个车不行了，我马上就不造了。但是大汽车厂一个型号的汽车可能要批量生产几十万辆，等他们发现市场不需要了，再调整也来不及了。时间长了，这种能力也让丰田向越来越大的市场进军。到了2008年，它就超过了通用汽车，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想起来一开头我们说的那个信封的例子？这回你知道了为什么单个信封的封口粘贴比批量的粘贴更快了吧？重复同一个工作看起来效率很高，但是因为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一项简单的工作重复的越多会做得越好，但是不幸的是，在这种以流程为主的工作上，个人表现没有整体系统表现那么重要。批量制信纸、封信口、贴邮票确实看起来更快，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隐含的事件，那就是批量做的前提是你得先把信封、信纸、邮票摆好吧，然后你才能批量的做。而且啊，你每完成一项任务，比如说你把100张信纸都整整齐齐的叠好了，这是很大一堆啊，你得先把它们整齐的码起来，对吧？甚至说，如果你的桌子不够大，你还得先找一个空地儿，把这一大堆半成品信封放一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这些额外的时间我们都没有计算。而且你再想象一下，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比如说你把100张信纸全折好了，但是你做下一步要往信封里塞的时候，你发现你叠的这个信纸太大了，信封塞不进去，那你就需要再回到前面一步去检查你刚才叠好的100张信纸，哪些叠的合格，哪些叠的不合格，对吧？前面做的很可能就是无用功了。而用小批量的方式呢，我们就会立刻发现问题，随手就解决了，后面也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啊，回到丰田精益生产的例子，丰田作为一家传统行业的大公司，给创业公司们上了一课，启发创业者们用小批量生产，快速试错，快速调整迭代，这就是精益创业的概念。作者在书里呢还特别强调说啊，并不是只有说拉个队伍自己出来单干的创业者，在大公司里负责一个新产品，或者处在传统行业里需要创新的时候，你都算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创业者，都可以遵循小步快跑、快速试错的精益创业思路。聊完精益创业的概念，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的第二个观点，精益创业该怎么做。作者认为，要做到精益创业的核心是验证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创业这个事儿，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发现用户有一个难题，于是呢，你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用户接受了你的方案，然后你就赚到了钱。大部分创业者创业嗅觉都不错，都能发现问题，但是很少有创业者回答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你凭什么认为你的解决方案就是用户想要的？前面咱们说了，精益创业的思路就是验证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靠谱，这个道理大家都应该懂了。但是到了实操层面，究竟该验证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一点啊，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隐性假设。规避了隐性假设，你才能获得关于用户需求的正确认知。什么叫隐性假设呢？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前提。
比如说我们聚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我们都会说，加个微信吧。我们觉得这么说很自然，对吧？但是这句话里有一个隐性假设，那就是他也用微信。我们之所以不先问一句你有微信吗，而是直接说加微信，就是因为我们太自信，我们心里假设他肯定有微信。其实这个假设是不一定对的，你必须先问你有微信吗，来验证这个假设。这种隐性假设也是创业者经常犯的错误。精益创业的思路就相当于你有微信吗这个问题，它能帮助创业者避免想当然。精益创业怎么去验证隐性假设的对错呢？我们把隐性假设给拆开来看。具体来说呢，隐形假设包含2个方面，叫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那我们分别来看看这2个假设。首先来看价值假设。价值假设就是说你决定做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功能，你之所以认准了这个方向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它对于用户有价值。那你动手做之前一定要验证这个事儿。举个例子，印度这个国家不是很富裕，只有 7% 的老百姓家里买得起洗衣机，大多数人要么自己洗衣服，要么雇佣洗衣工来洗。洗衣工怎么洗衣服呢？他们就会把衣服拿到河边去洗，洗完晾干要2天到7天不等，所以衣服还得送还到主人手里，经常要10天了。那么看起来呢，在印度帮人洗衣服会是一个不错的创业项目吧？有一个在保洁工作的小伙子发现了这个机会，他辞职出来创业，办了一个洗衣公司。这个时候他就需要验证一个事儿，那就是人们真的会把衣服拿出来付钱让他洗吗？于是他找了一辆大货车，在货车的后面装了一台洗衣机，然后把车开到村子里，看一看大家会不会感兴趣。这个小伙子连续1个星期都把车开到村子里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来洗。他就这么反复试验放在不同街道的效果，放在超市门口的效果，结果都不理想。于是他就和村民聊天，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花钱来我这儿洗衣服呢？村民说，你这个洗衣机装在大货车后头，那你要是拿了我的衣服开车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感情村民不是对洗衣服务不感兴趣，而是担心你跑路。这下小伙子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把货车改造了一下，让它看上去不像一辆车，而像一个流动摊点。这回大家终于陆续过来花钱洗衣服。那经过这样的调整，小伙子很快就验证了自己的价值假设，他就知道这个是真需求，而且他弄清楚了村民到底对哪些服务感兴趣，能接受什么样的价格。比如他发现村民们希望能够提供烫衣服的服务，他们愿意付双倍的价钱，在4个小时之内拿回衣服，而不是等到第2天。这些反馈验证了帮人洗衣服这件事儿对顾客是有价值的。这家公司呢，很快改善了他们流动摊点的服务，并且把业务拓展到了印度的几10个城市。再举一个反例，曾经有一个硅谷的创业公司来找这本书的作者埃里克莱斯请教。他们做了一个在线教育网站，很多用户来网站听课学习。他们发现有些课程底下大家留言很频繁，用户之间还经常互动。于是他们就觉得，既然是学习大家一块儿学习应该更快乐，效率更高。就好像我们看到学校里都是有班级有同学的，这样的学习氛围才是更好的。于是他们上线了一个社交功能，让学员之间可以相互加为好友，大家就更愿意付钱听课了。听起来这个很有道理同学之间的交流对学习有帮助，这算是一个常识了。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白费劲儿了，没有人用这个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也没有提高大家的付费意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推出社交功能的想法是学员可以一块学习，大家一定会更喜欢。那这个背后呢，隐藏着一个价值假设，是社交对用户听课有帮助，学习过程中的社交是有价值的。从常识层面看，它好像根本不需要验证，但是结果是用户用行动告诉你，他们来网站听课的时候就是不希望有社交，这就是没有验证价值假设的后果。为什么一定要验证价值假设呢？因为创业者也是普通人，我们思维里有太多固有的偏见，在把产品和功能给到用户之前，我们对用户态度的认识其实是0，产品有价值只是一个假设，所以我们需要验证它的真伪。精益创业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做一个最小化可行性产品，就好像前面那个印度洗衣公司那样，雇个货车拉一个洗衣机在村子里转，
这也花不了几个钱，却知道顾客到底想不想要他们的服务。这是第一个假设，价值假设。还有一种假设也是你需要验证的，那就是增长假设。在你的产品做完第一步价值假设之后，获得了用户的认可，你还需要验证你的产品能不能被更多用户使用，你的老用户会不会帮你传播你的产品。这个假设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因为大家觉得我已经验证了我们做的是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用户量理所当然会慢慢的增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增长假设也是需要验证的。该怎么验证呢？是不是从数字上看你的产品的用户总数一直在增长，那就证明这个产品在成长性上就没有问题呢？其实要验证产品能不能可持续增长很简单，你只要知道新用户对你产品的态度就行了。本书的作者艾利克莱斯举了一个他自己的例子。大家知道谷歌有一种关键词广告，就是你用谷歌搜索某一个关键词的时候，你点开的网页上会有很多广告，打这些广告的公司给谷歌付了钱，让谷歌在有人搜索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推他们公司的广告。当年呢，谷歌刚推出关键词广告的时候收费很便宜，艾里克莱斯的公司就是每天拿出$5的预算来买谷歌的关键词广告。那$5能买到多少次点击量呢？100次。这也就是说他们用$5每天能带来100个新用户，这个量很小，但是对于验证增长假设来说是无价的。那你只要每天对100个新用户做分析，看看有几个点击，有几个注册，有几个留存，几个付费等等等等。如果这100名新用户的使用数据不错，这就说明你的产品至少目前的版本在增长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这100个人对产品一点都不感冒，那你就得仔细想一想哪儿出了问题。我们有很多创业公司在实践中只是去看了用户下载量或者是总活跃数，那只要发现这个数字每周都在增长，就特别高兴，觉得未来产品增长没有问题。作者说，总数据往往是虚荣数据，它没有办法验证你的增长假设，要提防。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的验证就是推进精益创业思维的核心秘诀，而且你特别要注意，这两种假设的验证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你刚开始创业就要做一下就完事儿了。其实他们是日常性的，你的产品每更新一次服务，每增加一项功能，每迭代一个版本，都需要先做这两种假设，否则你怎么知道你的产品是在往正轨上走还是跑偏了呢？这就是第二个观点，关于怎么实现精益创业。本书的第三个观点是，精益创业并不只是一种创业理论，它也适用于创业之外的领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讲怎么创业的书太多了，可是这世界这么大，最后创业的能有几个人呢？我为什么要知道怎么精益创业？这又有什么用呢？其实虽然这是一本讲创业的书，但是它却适合所有认真做事的普通人听。因为读完这本书，我有一个清晰的感觉，就是这本书本质上不是讲创业，它其实说的是一种怎么看待世界的思维模式和怎么科学做事的方法论，这对没有创业的人一样是适用的。书里呢列举了很多现实场景，我挑几个和你分享一下。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你想自己的学生学得更快，那如果按照精益创业的思想，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发现这个事儿很困难，因为你能使用的武器就是教材和教学办法。教材是统一的，虽然说你可以自己编写教材，但是你不可能写一个教材，然后看学生的反应，然后迅速迭代，不停地改，你没这个精力。同时呢，你也可以改进教学方法，但是你一个班几十个学生，用一个新方法讲课还是比较冒险的，而且你上课的时间很宝贵，也基本上做不到和学生1对1的做实验看效果。作者说，网上有一个叫做学校总动员的教学工具，老师呢可以用这个工具录制讲课视频，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水平和学习风格，每天把不同的课程视频发给学生，学得快的推送的东西难一点，学得慢的推送一点简单的，老师呢也能看到每个学生的学习数据。作者说，有了这个工具你就可以实现精益创业式的教学了，因为你尝试用一个新的教学方式讲解了一道数学题，你不用害怕效果不确定，你只要把它小范围的发给几个学生，看一看这个新方法在他们身上的效果。如果说他们反馈的很好，你就可以马上的把新方法给每一个学生推广，如果不好，你也可以像产品迭代一样不断的改进，直到可以向所有学生推广。再比如，
精益创业的思维啊，也可以用在电视剧的拍摄上。我们可以先拍摄一部几十分钟的样片，交代主要的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故事背景，然后请几十位观众参加一个小规模试映会，然后再根据观众的反馈来决定剧情要怎么改，是不是需要调整演员，以及决定是不是要投拍。在每一季结束的时候，制作方又会根据收视率和观众意见，决策是砍掉这个剧，还是订购新一季内容。这种周拍季播的模式，把所有的决策权交给了观众，让制作方的投资成本和失败风险降到最低。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精益创业方式。其实常看美剧的朋友都知道，美剧就是这么拍的。还有医院的化验室也可以用精益创业的思维改造流程。我们知道，医院的化验室通常每小时收集一次血样，因为抽血的医生通常会1个小时以内收集很多病人的血样，然后把全部的样本一块送到化验室去。但是这种做法让病人需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化验结果，而且有可能影响测试结果。那你想一想，如果用精益创业的思路改变一下流程，医院应该让医生每一次送1-2个病人的血样到化验室。虽然说这么做呢，可能得让化验室多配1个人，但是化验室确实化验得更快了，因为他们不需要把这个血样小心翼翼地分拣、归类、对应了，病人的等待时间就更短了，得到的医疗反馈就更快，其实是降低了医院的成本。现在很多医院的化验室都已经采取了这种小批量快节奏化验的方法了。最后咱们再举一个卖东西的例子。假如你是一个卖汽车配件的，顾客的需求五花八门，你需要在仓库里大批采购各种汽车配件，但是大量的存货成本又很高，那你需要付出一些运输费用仓储费用。如果量很大，你查起来也会很花时间和精力。更要命的是，你从厂家拿的配件有可能这一批次有问题，但是你没有发现，等到顾客来买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批次有问题，必须去厂里调换，但是顾客不等你，早去别的地方了，你还得多搭进去运费和时间，还得白白浪费一次生意。那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僵化低效的状况呢？答案还是精益创业的思维。你要避免大批量的进货，每个零件只进很少的几个，然后每用完一个就去供货商那儿补一个，确保它一直有货。那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太麻烦了吗？进一次货我不多进一点，成本多高啊！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成本和刚才我们说的大批量的存储查找这个成本比起来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你要是这么做呢，零件有问题你可以及时发现，可以及时应付，否则一旦有问题，你这一大批货全废了，你不仅失去了生意的机会，还得去批量调换货，显然呢，这样成本更高。以上就是精益创业给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启发。总结一下，精益创业这本书提出了精益创业的概念，用低成本小批量的生产方式去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防止火箭式创业带来的浪费。书里还告诉我们，精益创业的实现路径就是要验证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不要陷入虚假指标的陷阱。最后，作者也提示了我们很多精益创业思路在生活中的应用。精益创业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思维，尤其是现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一切讲效率的时代，精益创业的思维能让我们更好地适应这个时代。如果是创业的朋友，这本书就更有针对性了，对照自己的产品想一想，哪些决策是你拍着脑袋做的，哪些假设是你没有验证的，是不是还在追逐虚假繁荣的数据指标？感谢您每天听本书。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